还负咋办？责，你负不了责。党内表决制度通过的任务，我就能负责。林先生，死，我先死。我没让你死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政委张六金居然不顾大本市这个团长的阻挠，在没有查清敌情的情况下，竟要私自带兵前去找鬼子复仇。只因在不久前，鬼子师团长山下凤舞让手下的鬼子都装扮成了伪军，对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进行了扫荡，而且临走时还故意留下了痕迹。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大本市他们，让我方误以为是伪军干的，从而轻视对手的战斗力，误入鬼子的圈套。然而当张六金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还真就上当了，当即就召开了团作战会议。打谁？打黄协军！同志们，咱们独立团的实力远远强过于黄协军，这一仗要是能打下去，能替乡亲们报仇，能缴获武器弹药，说不定我们能拿到番号。虽然张六金提议要打黄协军，可大本市却不以为然，他担心这其中肯定有诈。小鬼子啊，俩月没动静，王八趴窝不出头了，怎么就敢派黄协军到咱的地盘上杀人放火呢？没错。这小鬼子呀，是特别喜欢拿黄协军当炮灰，很有可能是个圈套。眼看自己的提议遭到了其他人的质疑，张六金又上头了，竟要采取党内表决制度来决定是否通过对黄协军作战的事宜。而这一举动直接就清退了陈峰，因为他压根就还没有正式加入八路军，而且就连大本市现在也还只是个预备党员，整个屋子也就张六金、石头跟算盘是党内人员。因此张六金为了争取石头跟算盘的支持，更是一个劲儿的利用给乡亲们报仇的情绪煽动着石头。在成功忽悠到石头的支持后，随后又拿乡亲们的粮食也都被抢走糟蹋的现状来鼓动着算盘。打这帮白小孩儿！政委同志，团长同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党内表决制度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根据刚才的表决情况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都无关紧要。我也相信团长同志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一次的作战行动。就这样，大本市是拿张六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黄协军作战的事宜也这样草率的给定。而且张六金很快就开始集结部队准备行动了。虽然在临行前，大本市依然还想劝阻张六金放弃这次行动，可张六金却执意前往。于是大本市便提了个折中的法子，想先派几名战士前去侦查下情况，大部队随后再伺机而动。然而张六金这样的猪队友完全没有什么带兵经验，不仅不赞成这样的提议，甚至还质疑大本市这样做是置战士们的安全于不顾。张六金同志，我是团长，打仗的事我说了算吗？我就问你，打仗的事是不是我说了算？你这是伪军行为！而此时另一边，鬼子已经开始朝黄庄附近集结了。他们不仅在村子里布置了伏兵，而且离村庄不远处，山下凤舞也正带着炮兵伺机而动，就等着张六金他们闯入已经布置好的圈套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张六金仍然在跟大本市争执着出兵黄庄的事。为了能尽快行动，张六金甚至表态，如果出了事情他来负责。你负不了责。党内表决制度通过的任务，我就能负责。林先生，死，我先死。我没让你死。尽管此时大本市极力反对出兵，可张六金却仍然一意孤行，而且随即就下达了进攻黄庄的命令。团体分析，炮步前进。我看谁敢动！党委会决定的任务，你服从党的决定。我再说一遍，六黄庄，团体分析，令者执法从事。